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上单塞恩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像上单塞恩的话，其实送死流这种玩法是一定是会被抵制的哈，千万不要去玩送死流。但就是推线流的这种玩法的话，牵制对方这种是可以玩，但是塞恩想上高分，终究还是有个点，就是数值上面过不去。就连盖伦，其实在版本加强以后上个大版本加强以后，现在都已经是很强势的一个上单了。线上对线的话，对线诺手其实没有太多的办法，因为肉玩家是吧，都是怕这个诺手的，要么搬掉他，要么就去抗压。想打诺手的话，还是得一些什么青钢影啊，这些剑姬啊，这种操作类的战士。像这种坦克英雄都不是很好打诺手，因为诺手 P 的话，他那是纯真伤，你说他不是真伤还好说。狗熊打诺手的话，现在也没那么好打。更多的是得去技术上碾压。你看这里血怒打出来，你就完全扛不住了。前期怕血怒，后期怕血怒以后的砍。你想吃刀的话，就必须得掉血，因为塞恩的被动就是你杀死单位可以获得那个生命值嘛。这里的话过不去了，帮不了了。他跑的方向在对方野区，你过去是没用的。我对面双横路越塔，这里的话开车往上路撞，提前打一波支援，有传送的，所以随时可以回到那个。这里炸死了，这里其实完全挡不了的。郑大美直接奉献自己。那这样的话可以换资源，把上路镀层给吃掉。对方诺手直接在控线，那这样的话就直接不回了，继续吃这条路的兵线。回家，然后再传送上线都可以啊！现在直接交传送了，这就是你没办法的一个点，就是你要注意队友情况，然后去支援队友就可以了。这个坦克就是没办法的。就是塞恩的话，就要发挥他塞恩那个资源的优势。清完这波兵线可以回家，把小日炎那个给做出来。这里的话，对方想控线，这样的话，他控线的话还可以往上路大招飞一手，看他敢不敢，还控不控。这里的话，等大招，直接给大招撞出去。直接吃上路塔，可以卡萨，然后去下路，这就是有点像换线流的玩法，但是塞恩才可以这样换。你如果说玩其他的阵容，其他英雄能换吧，但是你节奏控制把控不好，就是换了有点亏。我跟你说。这里喊辅助回去跟射手，诺手的话有可能找错机会把卡萨给秒了。
这里炸一下，把兵线清掉。哦，打野去帮忙，反倒是杀掉了，反正1换1嘛，人头。辛德拉也过来了，想找机会嘛。闪现上来 ，W1 推，但没有推中。塞恩闪现上来炸一下，在 Q 技能 P 掉。刚刚那个位置刚刚好，娜美大不到，所以算是运气比较好。如果被娜美大到的话，其实卢锡安是死掉的。这样的话，开车去下路。这种情况下的话，你看前期的劣势其实就已经就是说避免掉了。对面射手的话也没有太多的输出，说实话，这种情况下是已经很好了。这种的话就可以尝试推线了。有了日炎以后，对方不好打的。你有盾，躲外圈 Q， 上来再炸一手。如果打野在的话，其实可以越塔了。在这里血怒做出来了。已经有日炎了，对方打不过的。如果你做星之刚的话，是永远打不过诺手的。这种就是靠前期的运营把前期混过去，就是越简单的英雄，可能你对他的就是你玩的好的话，哈，你就得还脑子了。现在的话可以帮队友去拿小龙，看往中路走。这里的话，诺手也来了，这边提前落位，但龙的话应该是被秒掉了，没机会了。这里找对面的后排。换掉对方一个人头，然后先锋的话也拿到了，还是赚的，不亏。艾克入侵野区的话，一定要去限制他，不能说啊队友入侵野区啊，对面入侵野区你就不去管了。你身为一个线上，然后如果有优势就一定要去阻止他骚扰，去入侵野区。如果你没优势，那你说。看一眼，如果感觉不行你就撤，这种没办法的。这里反手大招撞，但都吃到外圈 Q， 杀不掉。刚刚没有外圈 Q 回到血的话，他就死了。对，没蓝了就可以直接回家的。然后 TP， 这里的话可以提早做魔抗，因为对面有3个法师嘛。做了可血战斧的话，搭配日炎，那个推线能力就很强。你看，基本上就兵线不会漏太多，而且又能帮到队友。卡莎已经起飞了，说实话，也不能说起飞吧，反正就是没有太多的劣势。但线上的话，有这个塞恩，对面完全是打不动的。这里的话，上来直接打一套，这个艾克对面赶过来了，可能要在下路双路开启一个团战。但还是收掉了。那个辛德拉过来，闪现可辅，可血战斧的话，只要他大众多一个人，他就可以回的血量就特别多。哦，对面直接选择了投降。好，
这就是前期运营好的一个塞恩的一个快速的解决，对方也知道后面没饭打了。为什么塞恩到后期就会特别特别肉？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